Hello，大家好，我是达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然后这期视频我们要聊的内容呢是原生家庭。为什么想聊一下这个呢？是因为最近，我哥哥他要结婚了，然后我跟我哥哥呢也很久没有见过了，然后刚好就这件事情呢就给了我一些灵感。我发现，在原生家庭这个问题当中，好像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我感觉，从小长到大，家庭特别幸福美满的这一部分人呢，还是属于是少数。就是从我的视角出发，我去看我身边认识的人的话，家庭离异呀，父母的性格、教育的理念，从小给你带来的一些心理上的影响。比如说我的家庭呢，其实也不是很完整的。我在我很小的时候读幼儿园的时候，虽然说是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父母就已经开始有很多争吵了。大家能相信吗？就是幼儿园到学前班，我竟然还能够记住一些就是当时他们吵架的一些画面。然后到我的小学阶段呢，我妈妈跟我爸爸就基本上是属于分居了。我跟我妈妈一起生活，我爸爸在外面工作，只有周末会回来睡2天，然后又去工作。初中阶段的话，我是跟我爸爸一起搬家，搬到了长沙，我妈妈留在了老家，我妈妈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跟着我爸一起生活了，然后一直到高中、大学，然后到现在呢，我就是一个人出来生活了，但是还是在长沙。这中间的细节呢，还是有一点复杂的。我刚刚有说，我想做这期视频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知道我哥要结婚了，对不对？我跟我哥其实是同父异母，同一个父亲，不一样的母亲。我爸在生我之前呢，就已经是有过一段婚姻了，然后生下了我哥，然后离婚了，然后带着我哥。因为我哥比我大很多嘛，所以他很早就来长沙上学了。在我还在老家读小学的时候，我哥就已经在长沙上学了。所以当我从小学升到初中，离开老家来到长沙读初中的时候，我是跟着我爸一起，还有我哥3个人一起生活。这带给我的影响呢，其实在我在升初中的那一年里面，我是非常的不适应的。换了一个城市，换了一个学校，升初中了，然后离开了我妈，跟着我爸一起生活。就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小学的时候一周只能见我爸2次，他只有周末过来，所以小学阶段的我其实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爸爸的。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扮演了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角色，爸呢对我就是非常的好，周末会来带我吃啊，带我玩呀，什么都给我买呀，就是属于这种。但是当我从小学升到初中来到长沙之后，离开了我妈妈之后，跟我爸生活了之后，这个关系又发生了转变。那个时候因为换了环境，各种因素，所以我的成绩其实是有下滑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爸呢就对我越来越严格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觉到了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在我升了初中之后，我又变得开始特别的渴望回到老家见到我妈，然后特别不想待在长沙，待在我爸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我现在呢跟我爸我妈那两边都不是特别的亲近。我跟我妈可能更亲近一点点，但是也不是特别的亲近。我之前也有提过，我跟我家里的联系并不紧密。我家里人对我特别好只是我个人的在情感上面跟他们的关系不是特别的紧密。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初中小学一会儿跟爸爸一会儿跟妈妈两边都待过一段时间，但是两边都是单独去待一段时间然后分开。我感觉这样非常割裂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成长的一个方式，使得我性格上就是很难跟亲人走得特别的亲近。我是一个很喜欢去分析别人情绪的人，所以我会经常性的就是分析我自己，我为什么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性格，跟我童年的一些经历成长的经历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我不知道就是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尝试着这么分析过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分析一下，这对你以后的为人处事，包括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都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一些成长的经历跟我所形成的我的这个性格拿到现在的话，体现的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我跟花臂，我在刚跟花臂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黏人的，会说一些情话，也会偶尔跟他就是撒撒娇，就是那一种。
偶尔。大家也知道我跟他谈了很多年了嘛，我们互相越来越熟悉彼此之后，我会发现我有时候会用一种我对待家人的一些方式去对待他，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跟我家里人情感上面并不亲，就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就他会觉得我跟他没有那么的亲，我越来越不跟他亲了，然后之前还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架的，就是我觉得我在我的情感上面对你没有任何的冷漠，但是他觉得我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我个人的分析啊，我越来越把他当做我的亲人、家人了。那可能因为我的一些成长的环境、原生家庭，所以我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我的性格里面偶尔就会透露出那么一点点。那么我透过这一些事情呢，其实我是有在做改变的，因为我是会分析我自己的，我是会去找我自己的问题的。当我知道了花臂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的时候，我就会透过我自己的性格往回摸到我的童年，然后我就会发现的确是我的问题，是我需要去做调整的。花臂他既是我的亲人，他也是我的爱人，不管我们有多熟悉彼此，他始终都是我的爱人。那么我应该始终都要拿出一些我对待爱人该有的一个样子出来。不知道说的这些大家有听明白了没有？我感觉说的其实不是很有逻辑啊，但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这个你是改变不了的。你能做的呢，其实就是不要去逃避，不要让你的从前影响到你的未来。就还是拿我跟花臂的关系来说，如果我没有去真正的分析我自己，如果我没有真正的去捋顺这一些，我可能就不会知道我要去做改变。那么花臂他可能就因为这一些问题就离开我了，但他离开我这是他的问题吗？不是，这是我的问题。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没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每个人的成长的模式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已经长大了，就还是得往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对不对？如果屏幕前的你们在日常的生活交友处对象的时候，因为性格上的一些问题有摩擦有争吵，那这个时候你一定得先去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你没有意识到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人是很难的，是真的很难。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觉得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就是需要去跟别人产生联系的。跟别人产生一些联系的时候，你是否是你自己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一些想聊的问题，想说的心里话，大家可以私信发给我，或者留在评论区。我是很愿意听大家的倾诉的，我也是很愿意听大家的故事的。然后最后呢，就是喜欢这期视频呢，就多多的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一波，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